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约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个正在悄悄回归的领域，而且可能将在2022年发挥他们的价值。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这支影片有点特别，我们将会来分享一个马股以外的领域，那就是加密货币，讲述的就是其中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操作。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这里也要跟大家宣布，由于很多学员都开始对加密货币展现出了兴趣，所以我们也决定现在开始会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加密货币的资讯，但是为了不让大家混淆，内容将会慢慢转移到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名为势在必得。那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到那里点赞关注我们的新频道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东西就叫做空投 Airdrop。小编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好奇这一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得到加密货币，是不是骗人的？那在这里小编就要来谈谈这一个关于空投的操作。那如果还不熟悉加密货币的朋友们，这里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如今虚拟货币里的虚拟代币就有16000个不同种类的货币，对比我们马股不出一间家的上市公司，这样的规模就已经是15倍了。那很简单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虚拟货币就当然也要吸引投资者，而其中的手段就必须要非常的有创意，才能在这16000个虚拟货币中脱颖而出。那当中就包括了加密开发人员通过社交媒体、新闻稿和加密博客广泛推广之外，另外一项就是自2017年就非常受欢迎的推广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空投。那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空投 Airdrop 呢？简单来说，空投就是一种营销策略，通过分发免费新的代币来提高知名度，并快速建立社区，也就是 community， 并在空投接收者可能开始交易他们的空投代币时，帮助代币赋予早期的价值。因此初创公司通常都会使用空投来引导他们的加密项目，也就是他们会把即将进行的空投的消息发布在加密项目的网站或媒体页面上，来吸引币圈的投资者。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接收者可能需要持有特定代币或保持最低余额才有资格获得空投。简单的例子就是 TRX、Tron 的持有者将持续收到 BTC、BitTorrent 的空投币，直到2025年2月，一旦卖掉 TRX， 你就无法收到 BTC 的空投了。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用户可能需要执行一些小任务，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项目的信息才能获得空投。那是不是空投其实就是一个纯粹增加曝光率和推广货币的手段呢？那可不一定，因为除了这一个原因以外，其实还有几个是发行空投的原因。那第一就是创造意识 create awareness， 也就是区块链初创公司进行空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众筹的早期， 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 占据了主要中心位置。然而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在这一场挖金热潮中涌现出了大量初创公司，而且手中往往只有一份脆弱甚至涉及部分抄袭的白皮书，简称换汤不换药。而这也就导致市场过度饱和，让投资者疲倦不堪。因此这也就迫使新项目需要一种更具吸引力和合法性的方式来制造价值。他们应对这一项问题的答案就是空投。因为代币开发员只需分发免费代币做空投，就会使到许多加密货币支持者的大肆宣传推广项目以获得他们的空投，并且成为他们项目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 promoter。 而这对于加密货币初创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用的，不需花费任何的成本就能达到推广和发展他们社区的效果。那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用于奖励用户 rewarding users。 那说到这一个原因，我们就要来说一个加密货币可悲的现实，那就是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许多投资者都只是为了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而不是真正关心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也就是俗称的短炒。因此他们会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从小型投资者的背后赚取巨额利润，而没有为协议提供任何的实际价值。而这一种行为也实际上会损害加密平台，变成一个炒币天堂。那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一些初创公司就想到了进行空投来分发免费代币，以奖励使用他们平台或在特定时期内继续在钱包中持有特定数量代币的忠实用户。之后来到第三个原因，就是关
系到虚拟货币的本质，那就是去中心化代币分配 （Decentralizing Token Distribution）。因为如今许多财力雄厚的投资者会利用他们的财富在早期获得一些便宜的代币，从而使他们能够囤积大量代币来控制一只货币的流通与供应，从而控制价格，好割韭菜。而当少数人手中持有大量的货币，就会造成中心化，也就是违背了加密货币去中心化的初衷。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狗狗币，也就是他们主要的缺点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项目就可以选择进行空投，以平衡代币的分配，以不让少数群体一党独大。然后接下来第4个原因就是为了吸引投资 attracting investment， 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进行了加密空投之后，就会是代币发行，当中就包括了 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IEO 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IDO Initial DEX Offering 等等。而空投就成为了一种不用花费太多营销费用，并且能增加筹集资金的聪明方法，因为这种策略能帮助提高知名度。举个例子，当一个项目启动并进行空投时，如果成功被关注，所制造的热度与流量就会有助于推动代币的价格上涨。这是因为有大多数的接收者和投资者会为了这个项目投入资金，尤其是在当今的网络经济中，每个交互指标 interaction metrics 都可以被衡量，并且用于吸引投资者。例如 Google 的搜索词、社交媒体品牌的参与，以及 Twitter 和 Telegram 上的社区追随者人数，都是大投资者或大鳄鱼用为衡量项目未来前景的投资方向指标。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Elon Musk 和狗狗币，因为他对 Dogecoin 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空投可以通过分配少量代币来增加公司未来的资本。那接下来第5项原因就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社区的信息 Learning more about community， 简单来说就是 data 数据。因为空投允许项目从加密社群收集数据，而其中一些就会要求收件人填写表格，提供个人的详细信息，包括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他们对加密项目的看法。有了这些信息，货币项目的团队就会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那由于片长的关系，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下半部我们将会和大家讲解空投的可信度、几个成功的例子、领取空投时需要注意的事情和追踪空投的方式。那下半部分我们将在新的势在必得的 YouTube 频道播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找到下半部的连结，所以千万别错过哦。还有记得点赞关注我们的新频道，谢谢大家的收看。